在这个之后呢，很自然是高阶导数。好，高阶导数其实没什么，就是我给你 f(x)， 我给你 f(x)， 你不是会算导函数吗？所以算导函数只要 f'(x) 嘛。那既然它是一个函数，所以我就可以再求它的导函数，就这个意思而已，没别的意思。好，所以你在微分以后就变成 f'(x) 的微分。现在问题是你要怎么记，只是这个问题而已。因为你不能一直这样写啊，因为在这写上你有一团怎么写呢？所以通常记法是这样。好，把它写成两撇。两撇的意思就是你做一次导函数，再做一次导函数的意思。好，所以同样的，如果你在做，如果你要慢慢写，你会写成这个样子。好，那其实它就是，好，比如说3阶导数 ，OK。所以我期中考如果出这种题目，你要小心啊。哦，那你要怎么算？首先没有人这样写哈，因为如果微积分这样写，大家都在那边数那个就数完了啊，就花很多时间。所以习惯上是这样。通常到3阶的时候，这叫3阶啊，这第2阶导数，这第3阶导数。到3阶以上，通常就不这样写了。哦，它有一个约定，这约定是写成括号4，啊，括号5，所以以至于你可以写括号 n 这样子。OK， 这是个约定，哎，就不要跟我吵说你想要换别的，啊，也可以了，但是你自己要讲清楚。所以这个第一个是记法的问题。第二个，莱米兹符号要怎么记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对应表啊 ，f(x)，f'(x)， 哎，不是还有5分钟吗？好 ，y。这样记，各位一定觉得很奇怪，这个记号为什么写成这样？我把原因讲一下就下课。这个原因是这样，高阶导数可以想成就是不断的做导函数，对不对？一直 plan 一直下去这样子。所以呢，你也要把这个莱米兹符号呢做一个这样子的解释。那在莱米兹符号里面，那个 plan 哦，那个微分这件事情，其实就是这个符号。给你一个 y， 你对它做一下，哦，这个东西对它做一下，然后它就写成这样子。所以呢，你再做第2下，好，再做一次，这是第2阶，第3阶，好，写成这样子。所以对它做一次，对它再做一次，对它做一次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用一个很奇妙的结合律，哦，好，这完全是胡扯。哦，就把它想成它是连续做3次的意思，然后你把它乘起来，这乘起来呢就变成 d 的3次方 dx 的3次方对 y 做，然后你就把它 y 请进去，请到里头去，然后变成 dx 的3次方 ，OK， 就把它写成这样子。那这个是省写，哦，这是括号省写，所以这就是这样记。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指的是 ddx 这个操作连续做 n 次的意思。然后这是一个省写，把它写成这样 ，OK， 大致上就是这样想。我们根本还没举到任何例子，好了。但是高阶导数，其实对你们来讲就是一个辛苦的事情，就是了。因为你刚学过第1阶，然后我突然之间邀请你算3阶，所以表示你要做3次。你们大概心理上的目前的想法大概就是这样，好，所以是一个辛苦的事。好，我们上次讲到高阶导数，不过事实上我们只讲了记号，哦。
好，那请各位先翻到习题1.47。这个习题1.47，严格来讲，并不是说它有另外一个高阶导数的记号，事实上它是对整个微分的记号呢，它有一个约定。那这是另外一个可能，好，它的情况有点像这样，就是说，譬如说 f(x) 的3次方，好，这个微分，那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是3的 f(x) 的平方乘上 f tan x， 好，那数学的式子因为有时候会很复杂，简单的讲就很占版面。所以有时候，在这种比较复杂的情况呢，事实上这还不算复杂，就还有更复杂的情况，它会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写。那这个写法是写成这样子，好，写成这样子，这个写法当然看起来比上面要简单，好，那你要记得这种写法里面的 y 的意思其实是 yx 的意思，也就是它把这个括号 x 把它省略掉了。那这个习题主要是请你去练习一下啊这种记法，因为后面呢某些时候我们其实会用到。那虽然在我怕混淆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写成比较啰嗦的样子啊，但是在我觉得其实不是很混淆的状态，我可能会使用像这样子的写法啊。那这写法当然看起来比较精简，那你当然要记得啊。在这个约定之下，意思并不是说 y 的3次方对 y 微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对 y 微分呢，那就是3y 平方嘛。哦，这个写法里面隐藏的是说 y 是 x 的函数，而且我现在是对 x 微分，我只是要把括号 x 省略掉，只是这样而已。啊，所以当你写这种式子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一定要记得，你微分的是对 x 微分。所以呢，后面还有这一项，因为这一项是连锁法则来的，就是后面的这一项。好，所以还有 y plan。那在这个写法之下，你事实上还可以计算 y 的3次方的2阶导数。好，譬如说这样子，那你就可以继续对它再做微分。那这个计算呢是这个习题要练习的。好，那因为我们等一下上课可能会用到一点点，所以我稍微先提一下。不然原则上高阶导数就是只有左边2种记法。好，我们常用。在真的进入例子之前，我讲到应用，当然其实，最简单的应用当然就是你已经知道 vt 等于 s prime t， 你是不是看不太清楚？改成黄色的哈，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就是。就位移的导函数是速度，然后我们又知道 at 呢是 v 的变化，这样子啊。但这两个合在一起呢，其实是告诉我们 at 呢等于 vt 的微分等于 s prime t 的微分。所以它其实是位移的2阶导数，就加速度其实是位移函数的2阶导数，这样子。那事实上，你还可以考虑 a 的微分，就是加速度的变化率。那在物理上可能这不是很有用，但是你如果会晕车的话，这个就可以说明你为什么会晕车这样子。不会晕车的人不了解，但是会晕车的人，譬如说我就很清楚知道一个事情，就是你会晕车并不是因为加速度。因为你如果是加速度是常数的话，其实并不会晕车。就你持续加速或持续减速，只要你是加速度固定的话，其实你并不会晕车。会晕车是因为那个加速度乱动，动来动去，然后一下快一下慢，所以使得你受不了这样子。OK， 那这个加速度的微分其实有个英文名词，我把它翻译成猛动，叫 jerk。这个字有点怪，好了，这是简单的应用，好。那另外我要提的，因为这个部分是比较简单，我上次提过，
因为基本上你就是有个导函数，然后再微分，你就得到导函数的导函数，所以叫二阶导数这样子。所以整个事情麻烦的是计算，好，概念上是简单的。那不过我现在要提3个例子，这3个例子你多少应该是要知道的。第一个例子就是考虑 xn 次方的微分，好，就是多项式的微分。那这里面呢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知道。当然，它微分很简单啦，就 n x n 减1，然后再维系这个 n 乘以 n 减1乘以 x n 减1乘x n 减2次方，这是没什么哦。但是这个计算的过程，你持续的算下去啊，哦，这会等于 n 阶乘，会变成常数。那你稍微心里面稍微算一下，会觉得这样合理的哈、哦，因为 x n 次方做一次导函数，它会变成 n 减1次方，再做一次变 n 减2次方。所以做到某一个程度，当然会变成 x 的0次方，就是常数。哦，那你实际去检查一下，它要做 n 阶导数的时候，它会变成 n 阶乘。这 n 阶乘的来源是因为你不断的把 x 的 n 次方那个幂次啊一直往前提 ，n 乘以 n 减1 n 减2，所以一直乘到1，好，是这样来的。然后下一个要知道的是，这个假设你做 k 阶导数，而且 k 大于 n 的话。就大于等于0，哦，那这当然是废话，是很简单，但是你记在心里面有用，哦，就是 xn 次方，如果你做的比 n 阶都还要更多的话，那它其实就会永远都变成0了，好，后面就没有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简单的例子。我把课本的顺序换一下好了，哦，因为下一个简单的例子应该是这个，1的 x 次方。你做 n 阶导数，其实还是他自己。那这没什么，因为它的第一阶导数就是他自己，所以当然一直维下去都是他自己。好，这是第2个例子。第3个例子呢是 sin x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sin x 不微分的时候啊，这有时候写成这样，顺便讲一下这个记号啊，有时候这样写，这个就是这个函数根本不微分啊，那也就是他自己。那这个记号只是为了方便哈，譬如说等一下我叙述方便，然后呢，好吧，我这边特别写成1啊，它事实上是 sin x 的。再为2次 ，cos 微分，所以是负 sin x，sin x， 这个等于负 cos x， 4阶导数等于 sin x， 好，所以你从 sin 这边做微分 cos， 负 sin， 再负 cos， 又回到 sin， 那再往下做当然就一样了，哦，所以这个高阶导数呢有周期性。这个周期是指它做微分这个针对这个阶的有周期性，啊，所以呢你可以说你可以写个公式，譬如说 sin x 的4k 阶导数，譬如说 sin x， 好，譬如说等于 sin x， 例如说这样，那这个也不是。就是只是写起来啰嗦而已，要写得很清楚啰嗦，但是意思是很明白的，好，就是说你就是这样算，然后它就会循环，就一直算下去，就这样而已 ，OK。每4次会循环，有没有想到什么东西？好 ，i 对不对？好 ，i 的0次方等于1，啊，一直到 i 的4次方又等于1。那目前看起来像是巧合，但是其实不是。好，我们等到学期末就会看到。你应该心里面现在想是这跟 i 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好，为什么要冒进负数？好，那这节算是比较简单的，看一下，习题比较啰嗦了啊，因为它让你算2阶导数，所以要再多算一次。你要注意一下习题 1.47， 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好，就是你要会写这个式子，事实上我等一下就要用。另外一个是习题 1.48， 习题 1.48 我稍微，
因为题目写起来很长，我把它意思讲一下。习题 1.48 是这样，我们上次不是说我如果用参数式，去描写，这个应该不是说描写，就是说用它去作为为什么无缘无故写那么多字？反正我只是要讲 xt、yt 是 y 等于 f(x) 的参数式而已。好，那我在上次的习题里面呢，我讲了一个公式是这样写的，就是在把那些点你去回去查一下上次讲的习题。在相对应点，也就是假设 xt0 等于 a，yt0 等于 fa 的情况，在这个情况呢，我知道它的导数有这个式子，就是这是导数跟参数式去表现它的时候中间的转换关系。那这边呢，因为谈高阶导数，所以他请你去计算一下这个式子。OK， 那答案呢是。是这样子。如果你已经读书的话，我很喜欢讲这句话。如果你已经读书的话，你会觉得这个答案，我这个答案是写错。因为 x'、y' 除以 x' 微分以后按照这个式子这边应该是平方。但是我并没有写错，所以这里面有个玄机。这个玄机你在习题里面稍微做一下，看看这是什么。不要那么快去看解答，自己想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进入下一节，这是48页。我们稍微来回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。你记得我们对曲线。一开头我们知道的是函数曲线，所以 y 等于 f(x)。你有函数曲线，比如长得像这样。但是呢，当你要描述平面上面的曲线的时候，我提过我们有2个方法。那第一个方法呢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讲的顺序，第一个方法是参数式。虽然我们一直把它放在习题里面但是无论如何，这是我们学过一个方式，你用参数来描写曲线。那另外一个方法呢，是我们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提的。另外平面曲线就是我们写在课本里面，你利用2个变数的函数，事实上它是给 x、y 一个条件，然后在这个条件的束缚之下呢，你满足这个式子的，它会变成一条曲线。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曲线的描述方式。那既然是曲线，你总是可以谈它的切线就是某一个点在这个曲线上，然后你要问它的切线是什么。在函数曲线的情况，我们已经会了因为这就是导数，然后你已经知道怎么事情应该怎么做了。参数式呢，原则上你现在也会做因为我刚才写在最右边，关于一个点，就是你在这个曲线上的一个点，然后它的切线，你重点是斜率，那个斜率呢在那边我已经会算了。OK， 这是第2个。现在问题是第3个，那这要怎么办？但是第3个呢，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。这个情况，如果你可以把它解出来，就是我们当初讲的，如果你可以把，虽然它本身是x 跟 y 的关系，但是如果你真的可以把 y 解成 x 的函数的话，那你就回到第一个情况，那就没有问题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如果是隐函数。也就是我前面讲那种完全解不出来的情况，那这个时候斜率怎么算？你要知道，我们从刚刚到现在，不是从刚刚从这礼拜开始，所有的关于导函数的计算，全部要先知道式子，
你再去做微分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顶多是说那个式你不会微，你要用极限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要先知道那个函数的式才能微分嘛。那隐函数呢，依照我们前面的定义，它是很可能根本解不出来。那这样子微分要怎么办？哦，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例子，那这个例子我故意用可以解出来的，好，因为这样你可以互相检查。譬如说 x 平方加 y 平方，好，我也不要写1，好，我讲义上写，我不要写 r 平方，我讲义上写 r 平方，我干脆写这个，我就写这个例子。那在这个情况呢，我需要你假装你不会解，哦，也就是说，我当然知道你会把它解成 y 等于根号1减 x 平方，然后利用左边的方法去做。那这个其实是我现在做这个的目的，就是说，因为你可以互相检查它对不对，好。但我在讲这个方法的时候，我们先假装你不会 ，OK， 然后我们来看看怎么办。那你记得隐函数的意思是说，在它的局部，哦，就是说你在某个点 x0、y0 附近，好，假设你可以把 y 想成是 x 的函数。因此呢，你可以把它写成 x 平方加上 yx 的平方等于1。OK， 那这个在我们现在这个例子里面看起来有点愚蠢，但是在其他的例子你完全写不出来的时候，这就是你唯一可以写的方式。好，要记得。好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其实我们的确可以微分。好，我现在是假装 y 不知道哦，已经假装 y 不会写了。所以呢，你现在把这个式子对左右两边微分，反正不管怎样就微下去就对了。好，右边是一个常数，所以这是0。左边呢，哦对，这个微分是对 x 微分，因为你现在所有东西都想成是 x 的函数。好 ，y 也是 x 的函数，虽然我不会写那个式子，但是它也是它的函数。所以我现在对 x 微分，这是2x 加上。这个呢，其实就像我刚刚写的，好，我刚刚只是写3次方 ，yx 的平方，那你现在要微分，所以你得到2倍的 yx，y prime x， 好，到这个式子。因此呢，你得到 y prime x 等于负2x 负2yx等于负 x 除以 yx， 好，到这个式子。那你记得你要求某一个点的切线，好，我把这个问题做完。好，假设要求过 x0、y0的切线，好，其中我们假设 y0不等于0。假设你要求这一点，那这个点是在单位圆上面的哈，是单位圆上面的点。所以呢，依照这边的式子，你得到 y prime x0 其实是等于负 x0除以 yx0。但是 yx0是什么 ？yx0就是你刚刚就是假设它是一个隐函数嘛。那因此 x0所对应到的点本来就是 y0，因为你本来就是描述这个曲线了。所以呢，这边的结果就得到负 y0 x0， 所以呢，你就得到它的斜率了。哦，当然你要先给定那个点，因为你要问哪一个点，你要求哪一个点的切线嘛。哦，所以现在写成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切线的式子 y 呢等于斜率负 x0 y0 x 减掉 x0 加上 y0。好，过 x0 y0 点的直线，而且它的斜率呢是负 y0 分之 x0， 这样子。因此呢，我可以把这个简化，这个我就不仔细算啊，你可以自己检查一下。这个简化完以后，就是你们在高中知道的公式。好吧，我其实好像应该要算一下，对不起，我算一下好了。所以这个式子你这样写，你把 y0 乘上去，得到 y0y 加上x0x， 好，重点是后面这边
乘上 y0之后得到 x0平方加上 y0平方。好，这是把这个式乘以 y0移项以后得到的结果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因为 x0平方加 y0平方满足，因为 x0 y0在单位元上，所以这等于1。好，所以得到 y0。好，所以这是它的切线方程，这样子。我现在写这个例子稍微抽象一点。好，那你在习题里面会看到很多实际的例子，就是给你一个平面曲线，你根本就不会求出导函数，然后它会给你上面一个点，然后请你求出切线。好，像这样子。好。那你如果现在还看着课本的话，哦，你会注意到课本上其实我不是写成这样子，左边那个式子，我其实只是这样写。好，我是写成这样子。那这个地方就是用我刚刚讲，就最左边我说你要去练习的那个 y， 哦 y 想成 x 的函数，但是又不写出来 ，OK？ 那在这个写法下，你看这个写法当然比左边那边要简单多了，哦，在你不把那些括号 x 写来写去的时候，在这个情况写下来就很快，你就知道 y' 等于负 y 分之 x。那在这类问题里面，因为 x0 y0 通常是给定，所以更加明显，就是你要带 y' x0 就等于负的 y0 x0。好，感觉上少了刚刚那个操作，你还要再带进去啊，带进去，然后知道这个是什么 ，OK？ 所以这是有它的好处。所以传统上写隐函数的时候，其实经常都是写成那个样子。好，好，这是我们讨论这个例子，第一个你能够想好求切线。第二个问题，你要求 y' x 现在比较看不出来为什么啊？因为求导数，你至少还知道是要求切线的斜率。那求二阶导数目前看不出来是什么，但二阶导数后面会有用啊。但是我们现在先把它当做一个问题。假设我现在要问这个函数它的二阶导数是什么？啊，一样的，我并不先把它的显函数解出来，然后去维它2次。哦，我也不这样做。也就是说呢，我要继续采用隐函数的方法，我不明显的把它算出来，然后但是我试图去计算它的二阶导数应该要怎么算，这样子。那这边的重点是你要记得这个式子。哦，这个式子。就是你这样围下来，已经围到这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因为你要求二阶导数，你也没别的办法，所以就只好继续微分，试试看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把那个式抄过来，我把2消掉，所以你得到 x 加上2yx。好，我把它抄过来。然后你现在呢，把这个式子继续对 x 微分，好，然后看看得到什么。所以这是1加上这个地方是2个 x 的函数相乘，所以你要用莱米兹法则，好，所以2，然后乘上第一个项是 y' x 乘以 y' x， 加上2倍的 yx y' x 等于0，好，所以得到这个式，你注意到二阶导数出来了，好，已经出来了。然后这个地方是 y' x 的平方，我可以把它缩写成这样。也就是说 ，y 只要它满足 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1啊，这 yx、y' x、y 二阶导数 x， 其实中间有这个关系，这是我从计算中间得来的。对，好，然后我们要化简。好，我稍微写多一点。所以我用这个来做。你前面的 y' x 已经得到这个结果，好，所以我把它写下来。这个是，等一下，哦，
对不起，除以2的时候，我这个没有消掉，这个要拿掉，对，这个要拿掉，好，这个拿掉。好，所以1加上 y prime x 等于负的 yx 分之 x 的平方，加上 yx y prime prime x 等于0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得到 yx 的平方，然后这边得到 yx 的平方加上 x 平方加上 yx 乘上 y prime prime x 等于0。好，式子也许看起来复杂，但是至少你要会清楚的写下来。然后这个地方就这是就是 yx 平方加 yx 的平方等于1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就得到 y prime prime x 等于这个等于1。所以等于负的 yx 的3次方分之1，这样子。所以特别的，如果你想要计算 y prime prime 的 x0，它就等于负的 y0的3次方分之1。好，我们还是可以算。那就算你可以把它解出来，这也还是很神奇。好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算你真的把它写下来 ，y 等于根号1减 x 平方，比如说这样，或者负根号1减 x 平方，那你光想到这个函数微分1次也就算，你还要再微分第2次，就整个不要啰嗦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函数你再微分第2次就不要啰嗦了。但是我们刚刚在右边的这个计算里面，完全没有任何根号出现，就很简单的利用一个多项式的东西算来算去算来就把它算出来了，这样子 ，OK。所以即使是这样，你也要稍微就是说，这还是有点奇妙的。更何况它可以帮你计算你根本不会算的，根本解不出来的函数。好，那我把刚刚的计算，我把它综合的再把这个再写一次，让你看一下。就一般来讲，如果你比较有把握，就是你比较没把握的时候，你就把括号 x 留着吧，怕你自己算错，但是你比较有把握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算，所以 2x 加上 2y y prime 等于0。那你再对它再微分1次，所以得到2加上2y prime 的平方加上2y 等于0。但是 y prime 呢，前面在这个计算的时候，你已经得到，就前面已经得到 y prime 等于负 y 分之 x， 所以把它带进来。2我先消掉好了。1加上 y 平方 x 平方加上 y 乘上 y prime prime 等于0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你得到 y 平方分之 y 平方加 x 平方之1，这样子。所以当你要带 x0的时候，这个答案就自动变成负 y0的3次方分之1。OK， 这个写法完完全全跟左边一样。它的唯一的差别就是我没有写括号 x， 所以看起来省了很多看起来很无聊的东西。因为那个括号 x 从头到尾都没用嘛。它唯一的功能就是让你知道它是 x 的函数而已，没有别的功能。所以一旦你知道 y 其实是想成 x 的函数，你就不需要它了。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。好，但是用这个方法要小心一件事。就是很多人在带值进去以后，这个先后顺序有点问题。想想看就是有人在做这个东西的顺序的时候，是先算出 y prime 等于负 y0 x0， 然后在微分的时候直接去微那边的式，然后中间会算出一个不太对的答案。所以我的忠告是这样：你如果要算高阶导数，你就一直维持这个式，一直往下算。你微一次呢，得到这个式，然后再继续微这个式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保持它 y 是 x 的函数。
在那个过程里面，除非必要，你不要随便带数进去啊，免得你自己在计算的时候会搞错。那我现在讲这件事情，你可能会有点糊涂，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你就回去算一下就知道。好，等你算不出正确的答案，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好了，习题1.51呢，可以改成求在指定点的切线方程。你可以自己再把它加上去。因为其实我经常考的是求它的切线方程，但习题竟然没有。好吧，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就好了。我们看习题1.51的第2题好了，算一个给你看。2xy 然后过1，过这一点。我不去算那个2阶导数，我只算它的切线方程。那切线方程无论如何，我还是要算1阶导数，这个还是会算到1阶导数。所以这就是典型的隐函数微分的问题。我现在有一个方程式等于2π，这个描述了一条曲线。我现在要调这条曲线上面呢，在这个指定点的切线方程。不但第一件事，你应该先检查一下这个点满不满足这个方程式吧，免得题目出错这样子。我不检查，因为这应该是对的。好吧，是对的。好，然后呢，下一个是，你现在想想看，你有没有办法把 y 解成 x 的函数？好像没办法因为 y 跟它分在2个地方，有 y 有 sin y，当然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，所以我现在用最右边那个方法，就是我直接对 y 微分，y 想成 x 的函数，所以你现在要做两边的微分，这是常数，这是0，然后这部分呢，2倍的 x 微分是1，所以得到2y 加上2倍的 x，y prime， 然后再加上派 sin y，sin y 微分是什么？这是连锁法则y 想成 x 的函数，外面有一个 sin， 所以你要先微出 sin 的微分是 cosine，所以加上 cosine y， 但是记得要乘以 y prime。你们在这些地方会忘掉的东西呢，这是中间的一种，经常会忘掉。好，之所以会有这些 y prime， 都是因为 y 是 x 的函数，不要忘。好了，所以从这个地方，我要算它的y prime， 但你也不用真的把它写成那个式子，譬如说你想把 y prime 写成一个公式，也没有必要，因为你现在的唯一目标就是要算 y prime 1。所以呢，你现在代入 x 等于1，y 等于2分之派，所以这个地方呢变成2乘以2分之派，加上2倍的 y prime 1，加上派 cosine y， 但是 y 等于2分之派，所以这是0，乘上 y prime 1等于0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你现在得到这个式，这是一个等式，这个等于0。然后你再去想，你现在要带入那个点，所以你带入这个式子，所以带进去以后呢，这个指的是 y1 的意思，也就是 y，因为 y1 就等于，就这个式子其实隐含的是 y1 等于2分之派了，这你一定要切记，就是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呢，这就是2乘上2分之派加上2倍的，然后 x 是等于1嘛，所以乘上 y prime 1，然后加上后面那个是0，所以呢，你得到这已经等于0，这已经没有了，所以这2也消掉，这2也消掉，所以 y prime 1等于-2分之派，所以呢，切线方程。y 等于-2分之派 x 减1加上
2分之派，所以是负2分之派 x 加派，啊，这样子。那仔细想想，这还蛮神奇的哦，哦，因为你那个式你根本解不出 x， 完全没办法解出来。但你现在经过这个计算呢，你还真的把切线给算出来了，好。好，那这中间的习题我没有特别要勾的，因为它都是一些基本的计算。平均值定理呢是一个描述起来其实直观上还蛮可以理解的一个定理。这个定理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我们也日后使用它的方式。哦，那这个是你们从以前学数学以来应该都没有碰过的定理的，就是定理本身是还好。哦，比较特别是说它后面它以后要应用的时候，它应用的方式。那这个以后我们再谈。所以我们先谈什么叫平均值定理。简单的讲是这样，譬如说你想象你开车，或者你爸爸开车，好，然后从台北开到高雄，好，譬如说这样子。假设你们开了5个钟头，好，那我们假设从台北到高雄，或者随便什么地方，我们假设它200公里好了，好，然后开了5个钟头。这会不会太慢了一点啊？好，我们让它开快一点，好吧？好，300公里，然后4个钟头开到，所以依照小学数学，好，平均速度是75，好，每小时75公里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没有什么。那这个就是这个定理里面的所谓的平均的意思。哦，就是说你把位移的最尾巴减到前面，然后除以时间，所以得到平均速度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请问，在这一路之上，哦，你从出发一直到结束，这一路之上，车子的仪表板是不是有任何时间啊，曾经有过某个时间，让它的速度刚好是75公里？哦。因为仪表板不是跑来跑去，有时候比75高，有比75低嘛，好，所以我现在问的是说有没有任何的某一个时间它刚好是75公里？那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回答，因为就这个情况来讲，你心里面想，那当然一定要有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没有碰到假设你的刻度没有碰到75公里，只有2种情况，就是一路上它都比75公里高。如果你一路上速度都比75公里还要大，你的平均速度怎么可能是75？哦，反过来，如果你一路上速度都比75公里还低，那你的平均速度怎么可能是75？这样子，哦，所以从直观上想起来就是这样，哦，这就是平均值定理，就是说，当你在算刚刚像那样的情境，你要计算一个平均速度的时候。那么在你这个时间的一开头到结尾中间啊，至少要有一个时间呢，它的速度刚刚好就是你的平均速度。好，这就是平均值定理。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无辜的定理，就是非常简单这样子。那平均值定理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说，假设你一开头的速度是，假设譬如说你从你家出发，好，然后再回到你家，所以从位移的观点呢，你的移动是0，好。从出发到结束，因为回到同一个地方，所以你的位移的差是0，所以你的平均速度，好，这是以前你们的高中老师啊，大家都骗过啊，所以这速度是0，那心里面想，明明开出去走那么久了，为什么平均速度是0这样子？好，但不管怎么样，它的平均速度是0。那现在问题是说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依照我刚刚讲，我是不是在某个地方呢，它速度会变成0这样子？那当然，我们现在假设所有东西都是你在直线了，对，我忘了讲这个假设，好，所以这意思有点像你从这边开出去，那因为是直线，所以你无论如何只好停下来，再往回走，再开回来。
所以在你那个停下来的这个地方啊，它其实速度是0啊，比如说像这样子，好吧？那我现在把这个定理呢写成数学的样子。那我先写我刚刚讲这个特例，好，这个特例，这个特例呢，我们称为 Rolle's 定理。好，这个定理是这样写的。我简单写，如果 f(x) 这个函数定义在 a、b 这个区间上面，而且我知道 f(a) 等于 f(b) 等于0，啊，假设 a 小于 b， 则 b 有然后我再把平均值定理，哦，这英文叫 mean value theorem， 哦，缩写成 MVT， 不是 MTV 啊，哦 ，MVT。那这个写法是说，如果f(x) 定义在其实也不一定要这样，只要它这个定义域有包含 a、b 就可以了。好，则有 c 这样。我们先确定一下，这个跟我刚刚讲是同一件事。好，我刚刚讲这边呢，如果你把它写成 s 是位移，然后时间是从 a 到 b 比如说写成这样，就是比如说早上8点出发好了，12点到那写错，12点8点除以12减8，就这样子。所以这个就是速度的写法嘛，终点的位置减掉前面的位置，然后除以时间，比如说像这样子。然后呢，现在问的是中间有没有任何一点它的速度刚刚好等于这个？那我们知道位移的微分就是速度所以这个指的是它的导函数。所以有没有个导函数你可以带进去以后刚好等于它，这样子。所以这完全是翻译刚刚写的这个事情，把它翻译过去。然后最左边写的 Rolle 定理呢，是刚刚这件事情的翻译，就是说在这个特别的情况是假设 f(a) 跟 f(b) 呢一开头就反正是等于0，因此0减0除以 b 减 a 当然是0，所以我现在问的是有没有一个可思 f' 可思等于0这样子。这个希腊字母念可思。我要稍微说明一下 Rolle's 定理。这个 Rolle 定理这个写下来大概是这样。你假设有个函数在 a、b 这2点，那我们知道它过原点。那函数我都假设它是连续函数我不考虑不连续函数。所以现在有一条绳子。起点在这边，终点在这边，所以你当然有很多种可能这中间很多乱七八糟。但我现在随便画一种，比如说这样子。那请问在这个中间什么时候可思有没有可思会使得它的f' 可思呢要等于0？那现在你现在从这个图上来讲 ，f' 可思等于0是什么意思？它的意思是说，可思那一点所对应到的那个点它的切线是水平的，对不对？它的意思是这样，所以这个点其实都满足这个意思嘛。就这些点都有可能是对的。可是你可以取这一点，也可以取这一点，也可以取这一点，这样子。所以这个问题现在从几何上来讲，就是问你是不是在这 A， 就是你固定 A 跟 B 在这，
然后任何其他的连续函数总是会有让它微分等于0的点，总是会有水平切线的点，这样子。好了，那大致上就这样。那你觉得非常合理，那就结束了，好，这样子。那你如果要很啰嗦的去写它，你大概是要基本上你想这样做，好，就是把这个水平线呢一直往上移，一直往上移动，一直到它完完全全不再碰到这个函数图形的那一刹那，哦，它一定是水平的，这样子。所以它这一点就是你的可 see。那这是它证明的基本方法。那在这边会碰到的问题，譬如说它为什么要往上移动呢？因为有一些函数可能一开头就在下面，啊，根本就在下面，那你就不能往上移动了。所以你就要花很多力气去说，这如果是哪一种情况，我就怎么样。譬如说，如果这个函数有任何是正的地方，那我就往上。那因为你有往正的地方，所以我到某一个最高的地方，终于那一刹那，它一样要拖出去。那你想说有没有可能根本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点？那你想想看，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事？你一直往上，一直往上，一直往上，然后你一直都没有点，让它拖出去，就表示这个函数会跑到无穷远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定义在这个区间上面的连续函数不可能跑到无穷远，你再怎么拉，你也只能拉到一个限度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用的是这个直观的结果。所以如果有正的，你就往上推；那万一没有正的，你就往下推。那不正不负怎么办呢？什么叫不正不负？不正不负就是你的函数就是常数函数，那就恭喜你，因为你从头到尾都躲在家里没有出去，好，所以速度任何一点都是0，这样子，好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利用这个方式呢，你证明了 Rolle 定理 ，OK？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定理呢？因为其实我讲这个定理是为了要证明平均值定理。那我们今天要结束了，所以我跟你讲平均值定理有一个基本的几何证明，好，我把它写一下，然后我们下礼拜再回来。当我讲几何证明，不是说要去求要去弄一堆定理，然后推来推去，好，没有，我讲几何证明意思就是我画一个图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假设这是 AB， 这个式子是什么？这个式子就是这条直线的割线的斜率，因为它就是 FB 减掉 FA 除以 B 减 A 这样子。所以它现在的问题就是问，在 AB 中间有没有点，它所对应到的那一点的切线斜率刚好跟这个割线的斜率是一样，所以他问的是这件事。所以你现在仿照刚刚的 Rolle 定理啊，你就把它往下推吧。好，就推到某一点，到这一点，那这一点就是你要的个 C， 就证完了啊。现在问题只是说，因为我是用画图的，画图总是有个问题，就是说那函数还有各式各样七奇百怪的样子，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对啊？现在只是碰到这个问题。但是在那之前，我只是要告诉你，它其实就是这样而已。好，所以也不是说真的很困难。我们上次谈到高阶导数。那在讲义的最后头，其实我有一个约定，但是约定我忘了讲，就是我们有个约定，这约定就是说，在我们这个讲义呢后面所谈到的函数，如果没有特别提醒的话，原则上它都是高阶导数可以一直做下去，那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基本函数。都可以在它有定义的地方，都可以一直微下去。你们也不用特别的，就是因为函数都很好，你就是一直微分，可以一直算、一直算、一直算的意思。你的疑问应该是说，难道有函数可以算一次、算2次可以算，然后再过来就算不下去了吗？其实是有，你如果有兴趣，你再来找我。好，那我现在只是说，我的约定是这样子。那有时候我会把它叫做好的函数，那当然好的，这个好不好是一个价值判断。不过我想对你们来讲，这一定是好的，因为它至少可以一直微分，你就不要担心任何奇怪的事情。OK，所以有了这个约定之后呢，当我在谈这些定理啊，我如果没有特别讲，就是这函数一定可以微分，
就我不要在那边特别讲说这个 f(x) 是一个可以微分，然后在几阶可以微分，因为数学的书很喜欢这样写。OK， 那反正我们先写最重要的部分就对了。所以如果 f(x) 呢是定义在而且两个相等，则有个 c， 使得这是 Rolle 定理。就是说，如果其实我们上次画过这个图有一个好的函数它在 a 跟 b 之间，然后 a 跟 b 呢都等于0，所以无论如何，在它的中间呢，一定至少有一些点它的它所对应到的点的它的切线是水平的，大概是这样。那我们没有说明的是平均值定理，好像不应该这样写。好，定义一样，在 A、B 上，但是这次没有这个约定我们要说的是在，应该是说有个 c， 它是在 A、B 之间，使得这样子。那这就是我们上次讲平均速度在你开车的中间一定有至少一个瞬间，它的瞬间速度呢就是平均速度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我们也提过这个定理呢，如果你用几何的方式来看，那右边这个式子呢，就是通过这两点，好吧，多画一根，写清楚一点 ，AFA。那右边这个式子其实就是这根割线的斜率，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问你说，在这个 A 到 B 中间是不是有一个点，那个点的切线斜率刚好跟这个一样？那我上次有讲，你大致就把它平行移动移过来，这个点就是你要的可 c。那这个证明就几何直观上来讲，其实我已经觉得 OK 了。那我们下面要做的只是说，因为你不可能穷尽画出所有的函数图形。就是说，除非你自己让自己相信说，无论怎么画，反正一定是对的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是需要稍微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写法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那我下面要讲的证明，其实跟这个想法有关并不是完全一个新的东西，它跟这个有关。那主要是我要用到 Rolle 定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，就是平均值定理其实就是 Rolle 定理，其实是平均值定理的特例。就是说你把这边的 FB 跟 FA 你都带进0的话，这个结果呢其实就是 Rolle 定理。比较没有想到的是，其实你只要知道 Rolle 定理是对的，其实平均值定理就对了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下面要证明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利用这个割线，所以我把它写成一个函数，我把它叫做 Gx，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割线这个函数呢，我把它写成 FA。好，这就是割线函数，就这个线性函数，我把它写下来。因此呢，现在这个是 y 等于 gx， 那这个是对不起，这是 fx， 然后这个是 y 等于 gx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另一个新的函数，就大 fx， 我让它相减。那因为我本来就在看这个东西的差嘛，所以我现在把它相减之后这个
相减的这个函数呢有一个特征，就它在这2点呢其实都会等于0，因为它的函数值一样，在这2点函数值一样，所以这2个函数就是这个减掉这个减掉这个，减完之后你就发现，反正这个要等于0，然后这个地方呢就会出现类似这样子的东西，好，相减完，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用 Rolle's 定理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中间就有切线会等于0。现在问题只是说，你在 Rolle 定理找到了这个，会不会刚好就是你要的这一点？好，现在问题只剩下这件事。那这件事要检查，所以我们来慢慢的写一下。所以我依照我刚刚讲的，所以你知道呢，这2个等于0。那你如果不用几何图形的话，你就检查这个式子就好。你可以看 x 等于 a 带进去，刚好等于 fa 嘛，因为就是割点，所以 fa 减掉 ga 就等于0。你把 b 带进去，被 b 带进去以后，这边2个消掉，然后这个得到 fb， 所以 fb 减掉 fb 等于0，这样子 ，OK。所以这2个都等于0。所以依照这个好像都少1，对不起。所以呢，有可 c 呢在 a、b 之间，使得 f' 可 c 等于0，这是 Rolle 定理的结果。好，所以现在唯一缺的就是我们要去计算这个导函数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f(x) 呢，我们这次把它写清楚，是小 f(x) 减掉 fa 加上 fb。得到这个式子，好，所以我们要算导函数。那所有东西都是导函数的4则运算了，好，这是小 f 的微分减掉，在括号里面的微分 fa 是常数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固定的是 ab 都已经固定了，这是常数，所以这是0加上这个乘上 x 减 a 的微分，这边有一个常数，常数可以先写出来。所以唯一剩下是 x 减 a 的微分是1，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式子。因此呢，我们说有0，这等于 f' 可 c， 这个刚好等于 f' 可 c 减掉 fb 减掉 fa 除以 b 减 a，这要等于0。好，我现在这边2边都写好，这要等于0。那这个式子呢，就是好，换句话说，那个极值点刚刚好就是我们要的点，所以就证明了这个定理。好，那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真正用到就只有 Rolle's 定理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反过来也对。好，那下面我要举一个例子啊。这个例子其实不是太重要，这个例子只有一个目的啊，因为通常这个平均值定理的应用啊，很少真的用到可 c 啊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，我上次已经说过了。我们通常在数学学一个东西，学一个学了这个定理啊，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啊，原来这可 c 非常重要，我开始努力的求可 c 啊，一副就要解方程式啊，要开始算的样子。但是很奇怪，其实通常在数学应用我们不太需要这个可 c， 所以我下面要举这个例子呢，我是真的计算可 c 给你看，但是你不要因此就觉得你会陷入一大堆问题。当然你要计算当然是可以，你把它当做兴趣来做是可以的。所以我举一个例子，假设 f(x) 等于 x 平方，然后我们考虑 a、b 2点，好，然后呢？我们在平均值定理说，从平均值定理我知道，有可 c 呢，它会等于 fb 减掉 fa 除以 b 减掉 a， 所以是 b 平方减掉 a 平方除以 b 减 a， 所以等于 b 加 a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因为 f(x) 等于 x 平方，所以 f' 的 x等于2x， 好，所以 f' 可 c 呢等于2倍的可 c，
因此呢，两边合在一起，你就得到可 C 呢等于2分之 a 加 b。好，当然就结果来讲还算蛮好的，因为它跟你以前学过的东西啊有关。意思就是 a， 然后这个是抛物线啊，这是 x 平方的抛物线 ab。那你问刚刚那个问题，好，你这边有条割线，那你现在问说它移过来相切的地方会在哪里呢？结果它刚好是 a 跟 b 的中点，这样子。所以你有兴趣就算算 x3次方、x4次方，哦，都可以。我讲这个例子有一个非常重要，但是很多人在用这个平指定理，有时候会忘掉的事情，哦，就是先后顺序的问题。可 C 是因为你先有 A 跟 B 才决定你的可 C， 好，就这问题里面是你，譬如说你在开车，你先问我起点是哪一点，终点的时间是哪一个，然后在中间有一个瞬时速度，好，所以可 C 其实跟 A、B 的选取有关。如果你要更精确的讲呢，可 C 其实是 A、B 的函数，这样子。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多变数函数，所以通常微积分讲到这边的时候，都是偷偷的说，可 C 跟 A、B 有关，好，但是不明显的去把它的函数式子写下来。那幸好也是因为你应用上很少用到真正的式子，哦，所以你心里面只要记得一个事情，可 C 这个点，哦，跟你在取拿 A 跟 B 的时候的这个点有关。那从图上看，你当然觉得那当然，哦，但是你在真正读书啊、做习题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会忘掉这件事，哦，那这个例子是提醒你的。那我真正要举的例子其实是这个，哦，讲义上有2个例子，可能我讲一个就可以了。这个例子是这样，我想要证明就是对任何的 A 跟 B， 这个式子都是对的。因为你们在高中都受过充足的训练，所以一看到不等式就开始想不等式了，啊，那你想想看，你高中学的不等式有哪些？代几、算几不等式，啊，哥西不等式，以及一些某些延伸。但是因为没有 sin 的，所以完全不知道怎么弄这个事情。哦 ，sin 你又不能算。以前那些不等式呢，是因为某些东西你可以做运算啊，因为它是多项式。但是你又不能算，sin 你根本算不出来，好，所以要知道到底要怎么处理呢？哦，那你稍微仔细观察一下，你会发现，如果 A 跟 B 距离差很远的话，这应该是对的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因为 sin B 跟 sin A 啊，这2个值顶多就是1跟-1嘛，对不对？就它绝对值是1跟-1，所以这2个值相差顶多就是2。那所以因此 A 跟 B 距离很远的时候，譬如说0跟100，那这当然是对的，这没什么问题了。好，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它的重点是在于 A 跟 B 距离没有很大的时候，为什么这是对的？其实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例子呢，我们现在就来看为什么我说平均值定理的运用呢？其实我不太需要那个可 C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你现在令 f(x) 等于 sin(x)， 好。然后你现在套用平均值定理，所以呢，你得到 FB 减掉 FA 除以 B 减 A 等于 sin B sin A B 减 A， 然后呢，依照平均值定理，你知道它等于 F' 可 C。OK， 但是呢，这是 sin x， 所以 f(x) 呢微分是 cos x。所以呢，我把这2个式子，我现在把两边加上绝对值，所以 f' 呢是 cos， 所以变成 cos x c。哦，但是 cos 呢小于等于1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你就得到上面这个式子。哎，哦，对不起，我应该直接把那个式子搬过来。先这样，所以你把它移过去，因为这些都是正数，好，所以不会影响不等号的方向，所以把它移过去就对了。好，所以你就得到这个式子。
这证明我刚刚已经讲，因为三角函数你没有办法运算，哦，所以这里面它其实用到了某个定理，其实就是平均值定理。然后你注意到，我们在用这个平均值定理的时候，可 C 到底是在 A 跟 B 中间的哪一个位置，一点都不重要，啊，因为它其实是牵涉到这个可 C 整个的就是应该是说牵涉到这个函数整个的性质。Okay. 那这个在有时候在某些不等式其实还蛮有用的，好。我再举一个例子。那这个例子我不详细的写，好，但是我让你看到结果。这个式子，其中呢 r 大等于1 ，x 大等于0。那我们先想想看，好，写了这么一个式子，当然我们来想想看，你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？那这是不可能的，哈。比如说1加 x 的3次方，这个大于1加3x，这还算合理吧？啊，1加 x 的3次方，除了最开头的这一项，当然还有尾巴的项嘛，所以这个大于它，所以这是合理的。好，那譬如说在这个例子来讲，他希望说明1加 x 的3/2次方大于等于1加上3/2x。哎，这就稍微麻烦一点，因为这个有1/2，所以表示有根号，所以你有根号的话稍微麻烦。但是呢，你如果机灵一点的话，当然你知道我可以怎么样检查这个事情，你可以两边做平方，啊，做平方，然后稍微去算它一下，你就会发现剩下，哎，因为这次跟刚刚不一样，这个平方之后呢，除了我先把主要的项写一下，平方以后变成1加 x 的3次方。大于1加3/2x 的平方。那你会注意到这边有1加上3x 加上某某，这边有1加3x 加上某某。这次因为这边有某某，所以你必须要去检查这个跟中间这两个中间的比较。那这个问题就实际的例子还好，因为你算一下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是对的。那比较有趣的是，如果这边是 p/q 也就是一般的有理数 ，r 是有理数的话，这个也是对的。其实你也可以这样检查，但好，这就比较有趣了，这牵涉到其他的，就是你有兴趣你可以检查一下 ，OK。但是无论如何呢，这个没有办法解决。譬如说，1加 x 的根号2次方，好了，这就没辙了，好。所以呢，这个例子我要拿来当做平均值定理的另外一个说明。那我把那个架构写一下就好。好，那证明你可以看讲义上怎么写，就是你设 f(x) 等于1加上 x 的 r 次方。那因为 f0等于1，好，所以依照平均值定理呢，你知道 f(x) 减掉 f0。除以 x 减0，也就是 x 1加上 x 的 r 次方减掉1，它本身会等于 f 汉克 c。那 f 汉 x， 好，然后就把它带进去。那 f 汉可 c 这个带进去以后呢，1加上可 c 的 r 减1次方，在我们的约定之下，这个会大于等于1。好，所以就会得到下面这个式，然后就证完。其实我也差不多写完了，好，所以你稍微看一下讲义就知道。那我之所以很快的这样写，好，我只是提醒你，第一个我是怎么去令这个 f(x) 使得那个式子好刚好可以写成这个样子。然后第二件事情是，请你注意到，我再一次的没有用到可 c 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好，我唯一要知道就是可 c 呢是介于0跟 x 之间，其他的都没有。但是可 c 介于0跟 x 之间，表示可 c 是一个大于0的数。因此呢，这个地方你把可 c 带进去，这个会大于等于1，这样子。那主要是利用到这个式子。所以我们介绍了2个不等式的样子啊，然后这个证明呢，全部都是用到平均值定理。